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鹏。我的频道是讲关于中文和中国的生活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，听真实的中文。有些朋友留言跟我说，希望我讲一下关于工作、面试之类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面试中经常犯的4个错误，还有如何去避免它们。找工作面试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很普通的事情。我之前有过好几份工作经验，面试的公司怎么也有好几十家了吧。我觉得才参加工作的人或者参加了没多久的人，可能经常会犯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，感觉有点那种小心翼翼的，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一样。对，没错，你确实很想得到这份工作，你可能有房租需要交，你有贷款要还，所以你很需要这份工作。但是你在面试的时候，这些都不要表现出来。你不要觉得你是在求他给你这份工作，千万不要觉得你在面试的时候是弱势的一方。当然事实上确实是弱势的一方，尤其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，然后很多公司倒闭了，很多人都在找工作，然后工作岗位却变少了，所以求职者确实比以前更弱势了。但是你面试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声下气，一定要以平等的姿态来面对面试官。面试本来就是双向选择，公司选择你，你选择公司，你可以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，但是不要低声下气。就是我尊重你，我把自己的能力、经验、态度坦诚地摆在你面前，你可以不要我，但我不会求着你要我，你不要我，我还可以去找下一家，对不对？如果面试的时候低声下气，招聘者就会觉得你没有自信，你就会怀疑你的能力不行，反而不会录用你。OK， 那第2个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，有些人在面试的时候喜欢表现得特别正式。为什么说表现呢？因为他平时他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平时可能很有趣，很随和，可能跟朋友之间很聊得来，但是在面试的时候，他就会假装自己很正式，假装自己是一个完美的职业人。人一旦开始假装成一个不是自己的人，就会变得很虚伪。如果你是面试官，你会想要和一个虚伪的人一起工作吗？所以你可以表现得很专业，但是一定不要表现得太过正式。你可以穿西装打领带，皮鞋擦得锃亮，因为有些职业可能需要你穿正装，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内心和性格改变了去迎合别人，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一个虚伪的人。大家在平时也会见到一些说话特别正式，然后写信写邮件也特别正式的人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种感受，你感觉你在和一个机器人说话，你感觉你不是在和一个有感情有思想一个活生生的人说话。尤其是面试官，他会面试很多人，你只是其中之一，你需要靠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从那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。你可以展示你的专业性，让人觉得你很可靠，可以独当一面，但是不要去试图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一定要成为真实的自己。OK， 下面是第3个错误，就是过分傲慢。前面我们说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的一方，所以表现得低声下气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恰恰相反，他们表现得很傲慢很狂，有可能是对自己过往的经验很自信，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，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就会觉得你这个职位非我不可，其他人都不行，他们都没我厉害，我以前怎么样有多了不起，你们这种公司太弱了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这种人通常也过不了面试，因为傲慢的人实在太让人讨厌了。人一定要谦虚，你可能确实很厉害，你是一个天才，你在你的领域比任何人都要强，但是你不能这样说。你可以列举你以前取得的成绩，把结果拿出来给别人看，也可以跟面试官了解一下，就是现在这家公司它的现状，遇到的问题，然后心平气和的说说你的经验，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，这才是一个专业的人应该做的事，对吧？你要先了解这家公司的具体情况，看看适不适合你，适不适合你过去的经验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打包票吹牛逼。打包票的意思就是保证自己没有问题，保证自己能够解决，
能够做好某件事。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说自己的中文不好。我相信关注我频道的朋友有很多会从事和中文相关的工作，在你找这方面工作的时候，不要说我的中文不太好。你不是一个中文母语者，你的中文当然很难有母语者那么好，但是你别拿这个事情来说。世界上有很多中文不好、不会中文的人取得巨大的成功，所以中文不好不是一个缺点。相反，你有学习一门外语的能力，而且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这表示你有很强的学习欲望和学习的能力，而且你可以克服很多学习路上的困难，这难道不是很好的品质吗？所以不要把中文不好作为一个缺点，你要看到你学中文实际上是在展示你的优点。所以在面试中不要说自己的中文不好，如果面试官没问的话，那就更不要说了。面试官注重的是你是否适合这份工作，有很多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你中文有多好，有的时候招聘上写的要求并不一定是它的硬性要求，比如有的写要什么学位，要什么证书，但其实他们只是在找具有相应能力的人。如果你具有相应的能力却只是没有证书，那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？也许你就比那些有证书的人更有优势，你过往的经验更适合这个岗位，那面试官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因为一张纸把你拒之门外。好了，最后我想说的是，面试总有失败的时候，这很正常。也许你很喜欢一个公司，但是这家公司却没有选择你，没关系，放平心态，继续找下一家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工作。最后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我是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